着牵挂，那些伤疤总会结痂，簇拥成时光的花，终会有人为你摘下。Don't feel lonely, moving on， 和时光说说话，光轻轻落下，就等它回答。愿你人还有他，但是情差偏忘，懂着人生充满很多遗憾，依然让爱震动下。您是？我叫杜永松，是云峥的父亲，华人医院的院长。您好。云峥父亲啊，快请进，请进。哎，他是姓杜还是姓顾来着？您先坐。我叫您院长，是不是有点身份了呀？我就叫您云峥爸爸。小顾这孩子呀，太低调了，都没告诉过我爸爸是院长。看来他们交往很久了，连家长都来见过了啊。是。哎呀，这小顾啊，真是个好孩子，对维安呐又体贴又照顾，对我呀也特别细心。哎呦，要不说呢，还是您教导有方啊。我今天过来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我不赞同他们两个交往。哎呦，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事儿，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，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就不该干涉了吧？我的儿子肯定能有所选择，但是您的女儿恐怕就没有什么可选的余地了。苏安携带亨廷顿舞蹈症的致病基因，您应该知道吧？那可是家族遗传病，后代有50%的概率会遗传致病基因。你别说了，我女儿的情况我都知道。您知道就好，但您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会成为别人的累赘，还坐视不理吧？哎，我真不敢相信，这是一个做医院院长的人能说出来的话。你回去搞搞清楚啊，是你儿子一直缠着我女儿。云峥为了你的女儿，把她的课题研究方向改成了亨廷顿舞蹈症。她原本在交织瘤的研究领域已经小有成就了，她这么做是在自毁前程。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？我不知道什么留不留的啊，我只知道小顾她很聪明。我女儿在医科大学的时候也是高材生，只要他们两个勤勤恳恳、全力以赴，这什么舞蹈症的药肯定能研究出来，明年就能研究出来，后年就能上市了。您还真是无知无畏啊！那要是真那么容易，张河医院的温教授就不会遗憾地退休。舞蹈症，那是个世界级的难题，有多少顶尖的医学家、实验室都铩羽而归，他们两个很可能到最后耗尽一生的精力，都找不到对治的方法。我不懂研究，可是我懂爱。我也知道要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。倒是你呢？啊，我真好奇，你到底是姓杜啊，还是姓顾啊？小顾可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，为什么呀？你们关系不怎么样吧？你到我家里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，云峥他知道吗？孩子们一时兴起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，但是做父母的不能跟着一起犯糊涂。我今天来就是要表明我的态度，我绝对不允许他们两个交往。如果你还是个通情达理的母亲，我希望你能好好劝劝你的女儿，知难而退。你反对，要反对还轮不着你，要反对也是我反对。云峥他有你这样一位父亲，说不定啊还有心理阴影和心理疾病呢。要说不同意啊，应该我不同意才对。你不同意最好，我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哎呀，今天真是倒霉，家里怎么就进了这个不干不净的东西？
哎呀，我得让他扫地出门。干什么？扫不干净。真是不可理喻！我才不怀疑你了。我回来了，妈。怎么啦，兰姐？叫你也不理我。你跟小顾分手吧。你这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？早上还让我们停止冷战呢。怎么了？今天小顾他爸来了，说了一些不着调的话，我管他是什么医院院长呢，我就拿扫帚给他骂出去了。哪个医院的院长？你知道吗？华人医院的呀，叫什么永松。杜永松。啊，对。杜院长是他爸爸。维安，这么晚了，你叫我出来做什么呀？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，杜院长是你爸爸？维安，我不是刻意要隐瞒你的，我只是觉得，跟你谈恋爱的人是我，这跟我爸没有关系。但是你爸爸现在找到了我们家，跟我妈说是我高攀了你。什么？他跑去你家做什么呀？杜永松，他只是我血缘意义上的父亲。我跟谁谈恋爱，他根本就管不着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改课题也是，你爸爸也是，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，只有我不知道。还是说，你会觉得我接受不了你的家庭？我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你因为我们家的那些琐事而烦恼。维安，你就专专心心的搞你的科研，咱俩就一起开开心心的生活，这样不好吗？但是你爸爸现在找到我们家，而且我妈已经反对我们在一起了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对不起，维安，是我不好。好，那我就告诉你我的家庭。我8岁那年，我妈妈去世了，杜永松再婚。杜云成和他妈住到了我家来，我就搬出去和爷爷住在了一起。原来我以为我妈和我爸是因为感情不和，所以才离的婚。直到我发现了我妈遗物里那张照片。什么照片？照片里是杜永松、杜云成还有他妈。原来早在我妈去世之前，他们就已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。我妈离世的时候，都一直把那张照片带在身上。我想她应该是知道了杜永松的婚外情，所以才精神恍惚，发生了意外。维安，如果说我们2个人有一个高攀了另一个，那就是我高攀了你。我除了爷爷，没有其他亲密的家人。我甚至在遇到你之前，我都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。
没有提前告诉你，是我不好。我惹你生气了，是我不对。可是苏维安，我既然认定了是你，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。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心意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。你放心，你妈妈那边，我会想办法。我妈现在肯定不想见你，她已经反对我们在一起了。那我就用真心和行动去打动她。老苏啊，维安的事儿，他们以为我不知道，可是怎么可能呢？维安是我女儿啊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那个时候，你刚走没多久，那天，维安问了一大堆问题。当时就觉得奇怪，我问他什么都不说，就是背地里啊，对着我某些小动作。啊，喝点橙汁儿。妈，今晚晚点走不敲门啊？我在我自己家敲什么门呢？我还要学习。先出去吧。好啊，别太晚啊。这个患者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发病没有？没有。那医生，这个病有药可治吗？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无药可治。要笑不哭啊！来，谢谢。是绝症吧？我那儿子呀，也是脑膜癌晚期了，医生说也最多不过半年时间了。我们做家属的一定要稳住情绪，绝不能倒在他们前面。心里再苦啊，也得要笑，笑不出来啊，就客气客气自己。哪怕是这心上啊，像插了把刀子，也不能让他们看出来。我们不单要笑，而且啊，要笑出声儿来。这样啊，他们才不会感到绝望等死。哪怕是有6分的高兴，也要表现出12分的开心，是吧？后来呀，阿元突然发病了，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给维安打电话，我让他回来。可是我打完电话，我就后悔。你说他回来干什么呀？眼睁睁的看
自己将来会病成什么样子吗？都怪我。后来啊，他那个朋友温然非得让他做那个基因检测，我当时也不想让他做，可是他说可能检测的结果会不准。阿姨，我们华人医院做基因检测可是最权威的，这万一在外面小医院做的结果不准确呢？还是要看一下报告才能放心。你说是不是，阿姨？是是是。老苏，我多希望安第一次检测的结果是错的，再检一次，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。可是老天爷呀，就是不能给我这个惊喜啊！我这么好的孩子。后来，温然和江江，他们两个一人拿了一份结果。维安的检测结果是阴性，我有报告为证。我当时就明白，温然他不想告诉我，还想继续瞒着我。好，你不想让我知道啊，妈就不知道。虽然妈不是什么好演员，但是只要安要演下去，她不叫停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叫停。老苏啊，前2天那个杜永松到家里来了，他告诉我维安得舞蹈症的事儿，还说了一堆不着四六的话，把我气的呀！你说他为什么要拆穿这一切呀？我还能不能陪着维安接着演下去？妈，你早就知道了。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妈妈知道，你不想告诉我，是不想看到我这样以泪洗面。我不告诉你，我也不想让你知道，我不想咱们俩这样哭哭啼啼的。其实我们俩都想多了，你看我们不是挺好的吗？是吧？我们每天也没哭啊。你现在全力以赴在研究那个治舞蹈病的药，我呢，都成广场舞皇后了。我们是不是很棒？没有被这个病吓倒，对吧？傻丫头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跟妈妈分享过心跳的人就是你。那个时候啊，你就在妈妈肚子里，我那个感觉又神奇又甜蜜，所以从那个开始，妈妈就知道，
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重要的东西了。你别怕啊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妈妈都会陪在你身边，好不好？不怕。你当我的乖乖女，我做你的傻妈，我们两个好好的。你为什么去找苏维安的妈妈？你为什么跟她说那些话？现在知道着急了。我只是就事论事，说了些我该说的话。你凭什么干预我的感情？你凭什么跑到别人家里去大放厥词？就凭我是你爸爸，就凭我对你好，我不能容忍那个有基因缺陷的人把你后半生给毁了。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是我爸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妈她会一个人在拉卡亚回不来，她会一个人在国外不明不白的这样死掉吗？你说的是什么胡话？你自己好好看一看。这是妈妈出事当天在她兜里发现的。什么重组家庭的崔阿姨，她杜云成，分明就是你的亲儿子。你在认识我妈之前，早就跟崔杰在一起了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妈结婚？如果不是因为这张照片，我妈她至于精神恍惚，在施工现场发生意外吗？你还说不是你害了她？他怎么会有这张照片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我妈去世的时候，连她的遗物都没有人去认领。她的同事不知道给家里打了多少个电话，都联系不上。可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她在拉卡亚不要我了，她不爱我了。你怎么好意思啊？我童年受到的这些欺骗、这些伤害，你怎么弥补？你算得清吗？你自己的感情、家庭一塌糊涂，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另一半指手画脚？我跟谁谈恋爱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。苏维安他有没有基因缺陷，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爱情，你根本就不配。队长，你听爸爸说，我过去确实做错过事情，但我现在真的是为了你好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自己给毁了。你不要张口闭口就说你是我爸。我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父子之情。杜院长，你也不用再拿长课题的事情来威胁我。不管你该不该张，我相信一定会有其他医院、其他实验室支持我的研究。我请你不要再去骚扰苏维安和他的家人。我自己的事情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插手。老杜，你吃饭了吗？我打包了西班牙海鲜饭，要不要我给你热一下？你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啊？这张照片是你寄出去的吗？
这不是咱们一家3口照的相片吗？你从哪儿把它找出来的？是你把照片寄给顾星辰的吗？是我。怎么了？他当初在拉卡亚援建，不回来跟你离婚。云城马上就要上小学了，没有父亲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你知不知道，他死的时候兜里揣的就是这张照片？他很可能是知道了我们的关系，才出的意外。是你把他给害死了。我害死他，害死他的不是我，是你。当初我们恋爱谈得好好的，你突然要跟我分手，都是因为这个顾星辰。你说什么？相亲介绍的，门当户对，好合好散。可当时我已经怀了云城。你别让云城跟我说事！你当时偷偷怀孕生下他，前前后后我都不知道。你这是一个父亲该说的话吗？我不偷偷的把云城生下来，我能怎么办？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你让我割舍它，我办不到。我不是让你等我，我让你等我，你为什么自作主张把照片寄给他？等了1年又1年，我一等就等了7年。顾星辰在外面援建，1年又1年，就是不回来和你离婚。你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，他还霸占着你，霸占着这个家，可我的云城呢？我的云城就因为没有父亲，在学校受同学欺负，凭什么？他才是杜家的长子长孙。够了！我没有说。老爷子从来不拿正眼看云城，你以为他是因为我2婚带进来的孩子吗？云城的眉眼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世人都说跟你长得像，老爷子他不傻也不瞎。你们瞧不上云城，就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如顾星辰，我的学历不如他高，我的家世没有顾星辰好，配做你们家的媳妇儿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老爷子不让我去老城，还说我势利，其实他才是1等1的势利眼。你爸走的时候把你交给我了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、看不起你。我知道，小顾是个善良懂事的好孩子，可是他有那样的一个爸爸，你要是嫁过去，肯定得受苦的。妈，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打算。我不管你结不结婚，反正对方不能是顾云峥。手冰凉。好，出去啊。好的，张叔。哎，阿姨，喂，我来接维安上班，你们是去买菜是吧？维安啊，你那个工作呢？那地方要是不通地铁啊，你就别去了。要是非得去，就早点出来，勤快点，听见没有？好，那我先去上班了。这物业怎么回事？什么人都往里放。不是阿姨。兰姐这次好像是真的生我气了。她不是生你气，她是生你爸爸的气。你爸跑到我们家说了非常多难听的话，
还有关于我病的。对不起，维安。兰姐她一定很伤心。原来我妈早就知道了，只是一直陪着我演戏而已。我一直以为是兰姐心大，没想到竟然是这样。兰姐她真的很爱你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去弥补。你最近还是少出现在我妈面前了，我估计她不会给你好脸色的。那不行，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要在她面前刷刷存在感。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明，我会像她一样，珍视她的掌上明珠。来了来了，阿姨早上好，怎么又是你？我给您买了早餐。阿姨，这个鱼好吃，好吃。阿姨，您别动。阿姨，你别再跟着我了，我是不会同意你们俩的啊！你死心吧。不是阿姨，您这么说的话，那就表示还是我做的不够多。这样，您不用管我。总之呢，您去哪儿，我都陪着你，好吧？小顾，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我也真挑不出来你有什么毛病。不是，你爸爸他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家维安的，你知不知道？维安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，所以我不可能允许任何人轻贱他的。你别在这浪费时间了，白花心思。阿姨，吴医生，闭门羹好吃吗？好吃好吃，这2天吃了不少呢。你不是一直惜时如金吗？怎么在兰姐身上花那么多时间啊？我得讨好丈母娘呀，这样才能有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呀。生活中温柔体贴，还可以每天为我工作12个小时以上，我是不是赚了？老奸巨猾。什么？老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比我大6岁呢。你再说一遍。老奸巨。还老吗？老。苏妍，你别跑！当你女朋友也太累了，上班脑力透支，下班体力透支。那这样吧，这周末我带你去自驾游，顺便放苏同学一个假，怎么样？但是这周末我们得去看姑姑。姑姑她怎么了吗？姑姑现在不愿意见人，我们不在的时候，她还能让护工带她出去走走。我们要是去了，她就躲在房间里不见人。没关系，我来想办法，放心吧。阿元，阿元，
你开门，是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喝的醪糟汤圆，我加了好多桂花呢。你快开门尝一尝啊！阿姨，你来干嘛呀？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这种死缠烂打的没有用。他是来帮忙的。帮什么忙啊？苏阿姨，你看，今天这天气还不错啊。咱楼上这小院啊，花都开了，带您过来看看。您啊，不能每天都待在房间里，得出来看看，晒晒太阳。你看，那边的花多漂亮啊！回去吧。苏老师，苏老师，我们都很想您。苏老师，我也很想你们。妈，是顾云峥联络了姑姑之前乐团的同事，希望他们来陪陪姑姑。小顾，你费心了。阿姨，以后您来探视姑姑，可以叫上我一起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，您尽管吩咐。小老板，恭喜你啊，得偿所愿。现在恭喜还太早，这才刚刚开始呢。小老板，我听说咱们医院批的经费很少，没有热门科研领域那么多。华西区罕见病科技公益计划 ，A 光科研基金。哦。哎，素媛，一次性手套用完就扔掉呀？这手套消毒一次还能继续用呢。现在我们经费紧张，能省则省。不是吧？我们现在已经连一次性手套都用不起了吗？一看你就是没吃过苦的。以前研究胶质瘤的时候，大手大脚惯了吧？
现在我们还没有申请到舞蹈镇的科研基金，用的可都是交滞留的老本呢。这种日子不知道要过多久。确实，以前做科研的时候，也没吃过什么苦。好吧，现在不是你秀优越感的时候，以后我们都得节省一点了。那就先刷我的卡吧。自费搞科研呢？你难道不知道搞科研就跟变魔术一样，卡里有再多钱，也分分钟让你没掉吗？我知道，我是说，在我们申请到微光科研基金之前，刷我的卡。微光科研基金？微光科研基金是一个罕见病公益计划，创始人曹勇是一名渐冻症患者，也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副总裁。自从他患病以来，他就致力于推动国内罕见病的研究。这个基金就是专门用于罕见病研究项目的。苏然，那这次就由你来负责微光科研基金申请的提报。我？虽然基金不是特别多，但是也足够让我们启动整个项目，不用太有压力。靠你了，维安。但是我……雨辰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小郑说。雨辰，雨辰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段时间我好想你啊！你到底去了哪里？公司最近怎么样？你不在，劫回群龙无首，有几个董事把手里的股份转让给了迈腾，外面的新闻也传得沸沸扬扬。我一直在苦苦支撑着劫回。黑夜波动时针，喧嚣逐渐代替无声，我们沿着相遇剧本，像前夜的彩虹，还有穿过沙漠的风，都曾经是我们的坚守。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，找寻1/1000的可能，困在这因为命运的城，却依旧追逐着星辰。别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，只陪着温暖孤独灵魂，让我拥抱你的裂痕，你如星灿烂闪烁在落寞时分。黑夜波动时针，喧嚣逐渐代替无声，我们沿着相遇剧本，像前夜的彩虹，还有